谨记，慢点。老马，哎，知道你睡不着觉，给你送大礼来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老年扶手，是从垃圾车上抢回来的，就是现场的这副。伸缩衣架买了一个尺寸大小最接近的，再加上作案工具电视信号线，兴许咱们能捣鼓点什么出来。嚯，有你的，我看看。你慢慢瞧着，我们去会会张超。哎，好。老周，你这刚执行完任务回来，好几天没睡觉了，找黄毛，明天也不迟啊。不行，我老有一种直觉，今天晚上不见着他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这个人呀，性格一直这么横冲直撞的，嫂子就不担心你啊？他呀，早就把我战略性放弃了。现在我们全家最大的希望都在我儿子身上。这小子刚上初中，个儿不矮。前几天在校外看到几个坏小子收保护费，他一个人冲上去干倒仨，把那几个小子打得满地找牙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学习不行。说将来长大了也干刑警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嗯，好像有人喊救命。走，下去看看。都别动！警察！追！
刚才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们刚才救了你，你还不说？逃跑的那几个人是不是孙传福的人？哪有人啊？我刚才在坡上撒尿，不小心滑下去了。是这位警官把我救上来的，是不是？刚才要不是我们，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。孙传福都要杀你灭口了，你他妈还想瞒多久？我问你，丁春妹当时是不是也像这样被带走的？那你得去问丁春妹，我他妈哪知道啊？嘴真硬，白天这样，晚上还这样，特别好。干嘛呀？老朱，让开！你今天要是不说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来吧，丁春妹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你猜啊？我就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，啊！再打我啊！来啊！动手啊！打你！啊！行了，老朱。说吧，刚才面包车里都是些什么人？应该是胡一浪的人吧？丁春妹是不是被他们灭口了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胡一浪没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但我想很有可能。红毛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胡一浪派人杀你灭口，这次没成功，那肯定有下一次、下下次。如果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揭发检举孙传福等人的违法事实，那将来我们可以去帮你去争取宽大的处理。是死是活两条路，你自己琢磨。我说，那你现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丁春妹和侯贵平的事儿。胡一浪几年前找到我，让我帮忙物色个女人，勾引侯贵平，再诬告他强奸，给了我2万块钱。我一开始觉得他只不过就是来支教的大学生，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僵，所以我就提着好酒好菜上门，苦口婆心地劝他放手，不要再举报了。可谁知道这个侯贵平脑子是一根筋，把我赶走了。我要知道侯贵平会死，当初我就不会参与这件事情。可胡一浪为什么要对付侯贵平啊？侯贵平当初举报的是你，他举报你强奸他的女学生，最后公安调查完排除了你，不是把你放了吗？就算他继续举报也没用啊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侯贵平，他怎么了？快说。侯贵平有一份性侵名单，还拍到了一张照片。名单？你的意思是，被侵害的女孩不止一个？老朱，按照规定我不能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，交给你了。行，等我消息。小林，小林，哎，朱队。 2号审讯室有人吗？哦，没人呢，今天。今明2天发给别人了。哎，好的，朱队。哎，
队长，你给我根烟吧。叶娟儿，水也喝了，大道理我也就不多讲了。咱们现在开始，从头说。是我受人指使，陷害了侯贵平。你找的那些女孩儿，都是让谁糟蹋？吴一浪。吴一浪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他找女孩，最好是处女。我在香纺织厂给他物色，厂里新来的女工，一般都是刚毕业的高中生。找到以后，他卖人头，给我费用。后来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张照片拍的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我没看见。那照片呢？照片在哪儿？应该已经被销毁了吧？侯贵平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李建国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李建国，李建国，我不知道，你想好了再说。我真的不知道。计划里我只负责陷害侯贵平。出去。等等。为什么出去呢？你传唤叶军，没审出结果来把他放了，这回又把他押回来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连续拘传，是严重违法行为。违法？我发现了重大案情，需要再次调查。他本人也愿意配合我们继续调查，不行吗？不行，程序不当就是不行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出去！都出去！都别动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你大晚上跑过来管我查案子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害怕我查出什么证据啊？我怕？笑话！我没什么好怕的。我是你的队长，我有权利有义务纠正你的违法行为。纠正我的违法行为？李建国，你就装，继续装！你要是跟胡一浪、孙传福没有关系，老子10几年刑警白干了。这种女孩性侵的案子你都敢干，你都敢包庇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朱文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马上把你关起来，你信不信？来呀！你来呀！谁敢关我？谁敢？就凭你，败类，害群之马！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你给我听清楚点儿，我说你是警察的败类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去！朱伟，你小子今天口口声声的污蔑我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向督察处举报你！他妈的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说，你骗取领导信任，非法传唤孙传福，已经是严重违法。这笔账还没给算完，又他妈执法犯法。行，我管不了你是吧？我现在就跟领导打电话，让他们给你讲。放开我！大叔，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强强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保全住自己，留得青山在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走。没事，没吃亏，我他妈忍这小子很久了。
听着，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，无论如何保住越军这条线索，这是咱们最后的突破口，死活都不能丢。你放心，我用我的命来担保。诸位，你涉嫌违纪，我已经向督察处对你进行举报，你准备好？手续呢？手续在路上。督察处的同志马上就到，怎么着？不信啊？哎，把他带下去！我没想到你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。好，很好。张科长，现在还没到你们检察院的程序呢。这次老朱麻烦不小啊。他市公安局到底凭什么把老朱刑拘了？被督察带走之后，他们发现老朱的警备登记里少了1颗子弹。他们问子弹上哪儿了，老朱说，当时他看见黄毛被人劫持，情急之下，朝天开了1枪警告。他们就问黄毛，黄毛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当晚你和朱伟去找他，他看见朱伟喝醉了酒，气势汹汹的要抓他。结果呢，朱伟不仅打了他，而且用枪指着他的生殖器，非得让他作证孙传福是黑恶势力，否则就直接杀了他。理由是，他攻击你这个检察官，朱伟出于保护你，开枪杀了他。黄毛不肯，这朱伟就朝他的裆部开了1枪，吓得他小便都失禁。他他妈不是放屁吗？不行，我得。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可我要是不去，老朱就白白坐牢了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不管你有多么感人的理由，老朱对空鸣枪威胁他，这就是事实。而且，李建国举报朱伟在单位公开辱骂他，孙传福举报朱伟非法传唤他这个商界代表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你说他能不进去吗？那更不行了呀！我更得去说明情况。那帮人在外面逍遥法外，让一个好警察去做。你现在绝对不能站出来，绝对不能。为什么呀？你不能辜负朱伟对你的一片好心。啊？他说，你是受了他的胁迫，他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了。还有，市里的吴副检察长，为了保你也做了不少的工作，因为他们知道你还年轻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能做。老朱让我转告你，这个案子先到此为止吧。进来。哟，小江，来坐。吴姐，您保我的事儿，我已经听说了，万倍感激，吴姐。您在政法系统里德高望重，
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朱警官也弄出来呀？他现在被刑拘了，身上还有伤，万一出了意外，那侯贵平案件的调查就要彻底终止了。小江，怪不得丁检总是夸你，他还一直支持你查侯贵平的案子。我一看到你，就想起我刚毕业那阵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真要是遇到个冤假错案，不查个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绝不罢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个过来人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想想你跟艾可，还是回来做好本职工作吧。我不会放手的。也许一开始调查的时候，我确实是犹豫过，但我后来知道了这么多真相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。吴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江阳，你也知道，现在艾可正在准备全国最高检组织的选拔考试，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再打扰他，让他精心备考。其实，我爸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，咱俩的性格挺不合适的，然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也不大一样。
张律师，阳光小区的那片房子有年头了吧？大概有30年了吧，是我母亲单位分的房子。二老之前从事什么工作？这些信息，你们系统里应该都有吧？嗨，咱们今天就是聊聊家常，不聊案子。我母亲原来是银行的出纳，后来调到了人事科，一直干到退休。我父亲是大学老师，教电路原理的。他的一些学生后来都到了国家航天局。可是老人家呢，却连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都不会修，我就经常笑话他，说他是典型的纸上谈兵。二老退休之后身体怎么样？我母亲身体不太好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后来连家人都认不出了。我父亲还行，一辈子没病没灾的。不过08年年底突发心梗，谁都没有想到。当时我在外地办案子。你手机里那个老年扶手啊，是咱们厂在2009年的6月份生产的。我母亲连急救电话都不会打了。等邻居发现的时候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。2个月之后，我母亲也走了，也挺好，没有什么痛苦。江阳出狱之后，你就把房子租给他了？是啊。张律师，你明明知道当年侯桂平死的蹊跷，却没有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，不是因为李靖吧？严警官，不是说今天只聊家常，不谈案子吗？我就是想听一下你心里的真实想法。坦率地说，当年我的确是有私心，犯了一个老师不应该犯的大忌，喜欢上自己的学生。这也是后来我辞职的主要原因吧。但侯桂平案的主要问题是，苗高乡地处偏僻，我一个大学老师想要介入司法体系还学生一个清白，难度太大了。久等了。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周进去之后，这段时间我一出门就有辆车跟着我。还是上次出事那个车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我是个检察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但是跟踪的会是谁呀？还能是谁啊？先生，您的水，还需要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是没想到你跟吴爱可分手了。我是真的不想耽误他。那朱伟呢？他算是逃过一劫。我听老陈说，后来有好几个政法界的人士出来发声，要求从轻处理，还有一些群众写了联名信，让宽宏大量一些。最后上级决定暂时免去一切职务，先送到警官学院进修3年，挺好的。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他家一趟，老朱身心健康，一切正常。就是唯独提到李建国这3个字，恨不得像是要吃了人一样。
我不可能等他出来之后再继续调查，那样难度就更大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从马老师那儿拿到一份学生名单，我现在正在一个一个走访筛查。如果要是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做这部分，因为毕竟是女性，可能沟通更方便一些。反正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你就尽管开口。我现在时间也非常自由。好。哎，你不是说有一个东西要当面交给我吗？2000年11月2号，这不是侯桂平遇害那晚吗？这是侯桂平给我寄的最后一封信。他在里面说，金山照相馆里的照片底片丢了，让我把这个收据留好，万一以后用得着的话。接个电话。张教授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江阳，你在那边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。一个人在平冈县，要学会保护自己啊。谢谢老师。今天给你打电话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我从学校辞职了，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以前的女学生。老师，您说的是李静吧？是。我们已经订婚了。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您说。我给他开了一间书店。今后，我们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，所以侯桂平的案子，不要让他再参与了。老师，您放心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他了。谢谢。有人吗？4万。等会。啊？过户了。哎呀，真是给高。来。哎，谁呀？喂，是这个金山照相馆的老板吗？哎，对，我现在呢有一个婚礼的活儿。啊，现在都几点了？那你明天上午来吧，好吧？哎，不是，我这是个大活儿。上100号人接你婚礼，着急。行，那行吧，那你在那等我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啊？对，是。那怎么没白天来呢？白天有事儿，这不着急吗？哎，等我开完啊。来，进来吧。这就是那套餐，这也是那价格，来你可以看。不用了啊。嗯？啊？不是，哎，你怎么有这个？检察院呢？轻点，姑娘，身上有伤。你要没事儿就常过来摁摁，杖就在我头上就行。局里头一堆事儿，
我哪有那闲工夫？狼哥，你看看这个。老李，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拍的？前天晚上。看来斩草还是要除根呐。还有，那黄毛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他出去避避风头。我要是帮了你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如果能替侯贵平洗清罪名、平反冤案的话，那这将是一件能够记入司法史册的大事儿啊！你记不记录史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江检察官是吧？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把照片给你，你就说你能给我多少钱？我可以去申请，差不多能有1000。然后呢？我个人再给你2000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多少？5000？5万？我上哪给你弄5万？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我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给你提供线索，那我这条命还不值5万吗？啊？行了，算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让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那就这样，我给你1周时间，你把钱凑齐了，下周6晚上到我店里，咱们一手钱一手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，啊，走了啊。张超的父亲是08年年底去世的，母亲是09年2月走的，之后房子就借给了江阳。老年扶手的生产批次是09年的6月。是啊，这老年人都走了，江阳装这老年扶手干嘛呢？江阳生前也没有骨折的记录，这一点从尸检的报告也能证实啊。都是4个螺丝，大小一样，长度也一样。你是说，这老年扶手能够非常轻松地把它拆下去，再把这伸缩衣架给它装上去，而不露出任何痕迹？也可以非常轻松地拆下伸缩衣架，再装上老年扶手。如果江阳遇害的时候张超不在现场，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另有其人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江阳是自杀。如果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，你认为凶手会是谁呢？不知道。江阳遇害的时候是从背后被人勒死的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本人处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，很有可能跟凶手认识，有可能是给我们寄匿名信的那个神秘人，也有可能是江阳的朋友。如果凶手是从后面突然袭击，按照罗卡交换定律，现场肯定会留下微物证线索。那凶手从一进来开始，就得留下痕迹。比如，凶手死者的脚印、服装的纤维。哦，你看这儿，指甲里会留下皮肤血液组织的 DNA。
还有掉落的毛发。可是，在现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。那要是一切都是策划好的呢？你是说，江阳事先知道那天晚上他会被人勒死？凶手很有可能提前入住了阳光小区。案发的当天晚上，他不仅戴了帽子和手套，而且从头到脚穿了跟张超一模一样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。行凶之后，凶手扬长而去。第二天，张超到了之后，收拾了残局。这人呐，在濒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大脑机制里边的求生本能会被强制启动。即使是事先策划好的，受害人在死亡前最后几十秒钟里面啊，他也会殊死的挣扎，身体里啊会爆发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，不顾一切的反抗。按照我国的刑法，即使是帮助他人自杀，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再说了，动机是什么？那你对这个怎么看？如果非要把这几样东西关联起来的话，我认为这老年扶手肯定是幌子。我不认为它会形成本案的作案工具。即使是通过工具，我认为江阳不可能提供动力源，而自己把自己给勒死。就好比说啊，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原地提起来一样。而且，动力源在哪儿？一定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的部分。喂，江家人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再等你1小时，你要是再不来，交易取消。你别下来了。老陈，这次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还跟我客气啊？但是小江，还是别查了。我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老朱交代？没事儿，我赶时间，先走了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啊，注意安全。走了。哎，丽丽啊，忙着呢呗，一会儿让哥儿来啊。说的干啥？这北哥找你那就是一个事儿呗，请你吃宵夜。什么叫我能装？我告诉你，哥呀，哥最近就发了笔横财，知道了吧？行啊，那个行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忙完过来吧，啊，我等你啊，
又跳闸了，这是。